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是张道和。川普现在不仅是北约的 daddy， 他更是中东的大 daddy， 他要带着中东一起发大财。你看到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一个饭店，现在只差没有把川普的名字挂上去。这一节饭店，这完完全全就是川普在中东的胜利纪念碑。他今天带着新8国联军前进到了中东。你看到在加沙部分，他说2周之内一定要停战，而且要4个国家来共同管理，而且共同来重建。在伊朗部分，我们知道有3个核设施都被轰炸了，而其中一个让我们觉得最匪夷所思的是伊斯法罕，当时并没有用钻地弹，而是使用战斧飞弹。他留了一个伏笔在这个地方，而今天川普他特别说，在伊朗我要投资300亿美金，而且还不是自己的钱，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川普之前在他第一任有一个亚伯拉罕协议，现在已经进入到了2.0。什么叫做2.0？当今天不管是加沙，不管是伊朗，整个中东的重建不单单只有美国，而是所有中东的这一块大肥肉，大家一起来分。现在川普要把中东打造成新的应许之地。好，我们现在介绍今天来宾，第一位财经专家黄世聪，大家好；时事评论员张宇轩，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王瑞德，大家好；资深社会记者林玉峰，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吕国珍，大家好；最后一位是战略专家林廷辉，大家好。世聪，我们刚刚讲了，现在川普砰砰砰砰砰砰砰，他带着新的8国联军进来了中东，今天对了加沙，今天对了伊朗。他完完全全要把中东打造成什么？还有新的应许之地，他要干嘛？他要成为新的 daddy， 他要干嘛？还要带着大家发大财的。没错，目前为止，川普不只是北约的 daddy， 他也要变成是中东的大 daddy。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就跟他讲，过去我们在讲到中东的时候，中东乱成一团。正好你知道为什么中东乱成一团？中东有什么波斯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彼此之间的民族仇恨，然后有什么基督教跟回教之间的这个仇恨，然后又有这个回教的逊尼教派跟什叶派的这个仇恨，哇！大家完全搞不清楚，一团乱。对，所以呢，中东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到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大家看到中东都是完全是火药库，没有人能够处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处理，乱成一锅粥，乱成一锅，没有一个。但是现在，隐隐看到说，这个在川普的这个治理之下，好像慢慢看出那一条和平曙光的线了。为什么这样说？你看，我们知道川普在他1.0的时代有一个亚伯拉罕协议，那亚伯拉罕协议是拉谁呢？拉以色列呢跟这个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巴林呢，他们建立和平关系。对，但是最终目标要什么？要2.0啊，就是沙特阿拉伯要跟以色列和解啊，还有包括说叙利亚、黎巴嫩这些国家跟以色列和解，这样就有可能会彻底和平。我觉得川普对于这个中东局势，他真的了解非常深刻。第一个，他一定要处理什么加沙走廊这个问题。所以他过去一段时间，我就认为啊，他跟纳坦雅胡2个就演双簧，你就把他打成这个样子之后，好，加沙处理掉，然后黎巴嫩的真主党所有的小朋友都处理掉，最后处理伊朗，所以等于是把整个中东全部的这个所谓变局都打开。另外一个，你看，连叙利亚也倒台嘛，那你看叙利亚总统夏拉前一阵子不是在中东的时候有见到川普吗？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周边的国家，黎巴嫩已经没有这个真主党了，那叙利亚也跟他和解了，然后另外一个埃及本来就跟这个所谓以色列很好了，然后沙特阿拉伯假设还有约旦假设都跟他和好了，全部中东都是一片和平嘛，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他就把整个压力丢给谁？丢给哈米尼嘛。那哈米尼这样没关系，我跟你讲，你也有最后一块肉是什么肉呢？我们美国还有全世界准备去重建你伊朗。所以呢，这个是不是一块大饼？所以现在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是说，我已经把这个包括说像这个很多核设施都炸掉之后，你伊朗大概没办法发展核设施。所以呢，但是问题是，他要逼伊朗接受接下来的谈判。那谈判的话，这个川普很厉害，他丢给你什么？我丢给你钱嘛，让你重建嘛。他现在条件有几个？因为呢，美国前一阵子不是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吗？对。他第一个诱因就是说我美国可以解开对伊朗所有的经济制裁。你说第二个自己在外国银行的60亿美元。对。第二个是你还有这个60亿美元，我把你冻结了，这个钱我也可以发还给你。再来就是什么呢？因为事实上这次美国公布了很多照片，包括说像福尔多的这个核设施，你看。以色列是打这个外围，那这个美国是打这个坑道，他打了这个坑道进去，把里面的这个地底都炸毁了嘛。对。那另外一个是伊斯法罕来说的话，事实上好像没有受到很多的破坏。所以目前为止来说啊，根据这个美国还有这个很多美国已经找了这个海湾的国家，就是可能有阿拉伯还有这个阿联酋等等国家，说什么呢？他说这样子了，未来呢，我们把这些核设施原本是军用的核设施。
我们把它变成是民用的核设施，就是他们可以发核电嘛，核电厂来说也可以造福整个伊朗的所有民众嘛。然后而且中东国家进去投资来说，这样听起来川普也太贼了吧？对，我不单单只是我美国丢钱，因为我丢钱你别想，这些中东国家你通通进来，这钱也不用我来出。对啊。所以算的可真准。对啊，所以你看他也不用自己出钱，反正你们现在为什么要找中东国家造？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个，中东国家最怕伊朗有核设施，所以你就进去，你们自己管嘛，你们管这些东西嘛，好，你们自己处理啊，你们都可以处理了哈，不要说我美国这边做什么都有了没有的，不要说以色列做有了没有，你阿拉伯人进去管嘛，再来说阿拉伯人管伊朗，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川普也真的想的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好，所以目前为止来说的话，就是他这样，那这样的话或许会让哈米你愿意上来谈判说，我给你300亿耶，300亿你可以重建这些核设施，把它弄成是民用的。川普他非常坏，我们知道伊斯法罕是唯一没有被用钻地弹打的，那时候只用战斧去打他，这样一对起来，这根本就是为了之后重整伊斯法罕所做准备。如果你炸太惨，我要怎么办？所以我就跟你说，川普都有盘算到这一边。那盘算到这一边来说，你看他连这个中东的伊朗，他都可以帮你解决。好，那伊朗解决了之后呢，那还有什么可以解决了？第一个，我们就讲。过去一段时间呢，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为什么会闹得不可开交？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所谓巴勒斯坦人的关系嘛。对，1948年的以色列建国之后呢，你看他马上就跟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打成一团。那打成一团之后，后来呢，这个埃及很多国家都已经跟以色列和解，但是最重要是哪些国家没跟他和解？就沙烏地阿拉伯这些国家，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啦，或者说像这个约旦还有像这个约旦周边这些国家。好，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呢，听说了，在打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呢，事实上这个川普已经跟这个纳坦雅胡说，麦克帕，你不要再打加沙。加沙就到此为止。你说一通电话，对，没错，处理好了。对，那这一场会议里面来说，除了川普啦，然后纳坦雅胡之外，还有卢比奥，还有包括说以色列相关的这个部长，这个德默，他们有谈判，他们战略事务部的部长，他们谈判的过程是怎样？这个川普跟纳坦雅胡说，你原本不是说你要永久占领加沙吗？对，现在你也不要占领了，现在这个部分来说，你退出加沙。以后你不要管加沙走廊这一块地，加沙走廊这块地呢，我们就还给阿拉伯人。于是呢，就从哈马斯的手上接手管理这个，对，这就让你管理嘛。你阿拉伯人管阿拉伯人，你就不要怪我说以色列我占领你阿拉伯人的土地，所以等于就这样。然后另外还敲定什么？还敲定说未来呢，很多国家都要跟以色列建交，就是你的条件是我丢出土地嘛，给你阿拉伯人嘛，但是阿拉伯人也要跟以色列和解。所以接下来包括说像黎巴嫩、叙利亚还有沙烏地阿拉伯也会跟以色列建交，这就是所谓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的2.0。所以那你就事实上你看，我们就讲，现在加沙几乎是完全被炸成废墟。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加沙几乎是没有一片土地是有房子的，炸得乱七八糟。好，那现在根据联合国自己本身的估算他说，他是遭受2战以来的最严重，重建要400到500亿美金左右，然后另外大部分的居民都被移走嘛，所以未来大概200-300万的民众可以回到这里面来。然后同时这边变成是由阿拉伯来管，然后会开始建设成什么？你知道以色列曾经之前不是提出一个叫加沙2035的重建计划吗？2035的重建计划也在川普的考量当中。对，当然了，你看他当时的这个，因为这是之前纳坦雅胡提出来的，然后他提出来的时候，大家看到刚我扣零，你看这个是加沙2035年重建计划里面的这个文章，你看旁边还有蔚蓝海岸的这个港口啊，有游艇啊，然后有大楼啊，然后一片繁华的美，对，大家觉得有可能啊。现在看起来的话，好像因为川普不是曾经说，我要在这边建一栋大楼吗？有一个川普大楼，所以看起来的话，事实上似乎是这个以色列跟川普都已经达成这个协议，就是要未来把加沙重新建设。那你说阿拉伯人有什么条件反对？当然就不会了嘛。所以我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跟以色列交情的阿拉伯国家来说，有政治关系的摩洛哥，然后埃及，然后还有苏丹，然后包括巴林、阿联酋、阿曼，还有沙烏地阿拉伯，还有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是没有正式关系。但是现在你看就差几个国家，就把沙烏地阿拉伯补上。阿曼补上，然后叙利亚补上，还有这个黎巴嫩补上，周边国家都完全跟他和解，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亚伯拉罕2.0。那亚伯拉罕2.0，他说完成什么？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川普很信这个所谓圣经，对不对？圣经的故事里面，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一个儿子就是阿拉伯人的后代，另外一个人就是说犹太人的后代，2个兄弟在圣经里面故事都没办法和解的。如果川普能够和解的话，你就知道。
他完成了他一个终身大梦。他这样真的会变成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我就说，他如果真的能够处理，能够把亚伯拉罕2.0签订，让中东的阿拉伯人跟犹太人能够和解他这个局势，他一定是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绝对没有问题。但你要想说，那这些阿拉伯人为什么会听他的话？简单，他有2个法宝，一个是重建商机嘛，我加沙走廊就是钱，对，给你好。另外一个，他最近不是到阿拉伯、阿联酋这些，他都给你什么 AI 啊？对 ，AI 跟谁合作？跟美国合作啊。再来就是他把伊朗打掉啊。过去你知道阿拉伯国家事实上他们虽然讨厌以色列，但是他们其实更讨厌伊朗。为什么讨厌伊朗？第一个，伊朗人是波斯人，跟我们阿拉伯人是完全不一样，再来宗教又不一样，所以呢，他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所以我在跟你说，目前为止来说啊，对中东国家来讲，最怕的国家事实上是伊朗。你看沙拉曼我们都说，他是这个阿拉伯的沙特阿拉伯王储嘛，他杀人不眨眼。但你看他说什么？他曾经说什么？哈米尼是中东的新希特勒。哈米尼是中东的新希特勒。对，他多讨厌他。对，没错。所以什么意思呢？是我就跟你讲。在所谓沙特阿拉伯人的眼里面来说的话，伊朗是他们最大的威胁。为什么？你知道伊朗的这个何梅尼他推翻的是什么？巴勒维王室。对，他们要推翻的是王室。那我问你，沙特阿拉伯是什么？王室，就是王室嘛。所以他也会害怕的。约旦也是王室，很多中东国家很多都是王室，他们很怕会被伊朗的革命推翻嘛，所以他们实际上更怕的是伊朗。好，那假设你看，所以他为什么会说哈米尼是中东的新希特勒？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好，那你看，我就讲，事实上川普2.0他有铺排。第一个，他在5月的时候不是到中东访问吗？中东访问的时候，他就把什么？沙特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特阿拉伯还有阿联酋，还有包括卡达，就拉在美国身边，用 AI 拉拢你。对。然后紧接下来的话，他不是又见了这个叙利亚的总统萨拉，不是跟他见面，所以你看这边周边国家都完全被他拉。然后紧接下来的话，你看暗夜之锤行动出去，把伊朗炸个稀烂之后，然后紧接下来就开始丢出一些和解的这个状况。5月用 AI 去收买人心之后，6月。对，我要把你们心头大患直接除掉。所以我讲他就是老大嘛。你看，你要商机，我给你商机；那你要你要威胁，我帮你除掉威胁。所以那大家都完全听他。所以我就跟你说，为什么接下来这些国家应该都会跟这个以色列签？如果大家对于共管加沙有协议的话，就大概会签的。好，那我就讲，事实上我刚才不是说吗？在全世界目前为止，那川普在美国民调大概是40几%。但他现在在以色列人的心目中，他根本就是神啊！他是英雄。对，那事实上你看，这是什么 ？Mr. President finish the job。你看这是川普，这在哪里？这在这个所谓特拉维夫，都在以色列。对，你看特拉维夫看他说，每一个大楼上面都挂出这个 Thank you President 这样一件事。另外一个是什么？你知道以色列在2020年他们做了一件事，我们不都说嘛，在以色列跟这个所谓叙利亚边境这个戈兰高地吗？那事实上以色列人不叫他戈兰高地，叫他什么？叫他川普高地。他从2020年就开始警报川普的大腿了，因为那时候就已经有亚伯拉罕1.0，他们都知道说，哇，这个川普是我们的这个应许之人，是我们的上帝，我解救我们以色列人，所以那他就把这个戈兰高地改成川普高地。然后另外一件事是什么？我们事实上这是这个在这个所谓这个耶路撒冷非常知名的这个建筑物，它这是个饭店。那这个饭店来说的话，现在听说了，因为原本来这个川普家族要去买。但是因为后来这个哈马斯这个偷袭以色列之后，他们就停顿了。但是听说最近又开始进入这个收购的程序，所以搞不好最后呢，这个大楼会收购进去这个川普的集团里面，川普的集团的大楼会在这个地方出现，就 Trump 在这栋大楼里面就会出现，所以就会变成他的胜利碑了。对，或许就变成是说，川普呢，他在中东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建筑，所以我才跟你讲嘛，川普呢，他把这个原本真的非常乱的中东局势搞得非常清楚之后呢，现在呢，我觉得只要敲定亚伯拉罕2.0的协议，那甚至呢把加沙走廊还给阿拉伯人，再加上说把这个伊朗能够也重建的话，那他绝对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因为我们刚刚有特别讲新的亚伯拉罕协议，除了外交上面，更多是什么？今天中东这块肥肉，大家全部都进来都没关系。尤其看到你看伊朗有3处我们知道之前被钻地弹打，其中一处让我觉得最特别是什么？是所谓的伊斯法罕。为什么是伊斯法罕？它是用战斧飞弹打。我现在终于懂一件事情了，为什么伊斯法罕？这完全有战略性的意义。你看到伊斯法罕过去是中国去帮忙他，地道甚至北韩帮他做的，甚至核科学家都是俄罗斯的人过去的。今天他要在伊斯法罕再丢200-300亿进去，这不仅是赚钱，这根本是一个对这个邪恶轴心的羞辱。对，而且是一个重建的计划了。为什么呢？因为各位知道，
这个部分，伊朗过往是靠中国、北韩还有俄罗斯提供给他相关协助之后建构的一个东西来讲话，结果很轻易的在25分钟之内被美国这样就打趴了，就打不见了，全部都什么打水漂了。那打水漂之后，伊朗人的心里会想啊，奇怪，我跟这些这个朋友们呢，这个兄弟们在一起之后，结果没得到好处，然后反而是被大家制裁。而且各位知道，这个伊朗在海外的资金非常多，过往他用石油赚的钱全部被冻结掉。今天来讲，他如果要浴火重生真的还是要靠这一次我都甚至还怀疑什么东西怀疑说这个哈米尼政权来讲的话，自己不方便去处理自己的核武而叫这个川普借由川普之手，还把自己的核武处理掉，是这样子。用这种方式来讲的话，让他自己现在能够翻盘啊！你知道，他现在来讲的话，等于是未来中东整个明日之星啊，它是一个新兴市场的概念啊。而且战后来讲的话，它的这个发展会非常迅速而且你知道因为北约叫这个所谓的川普叫 Daddy， 对不对？对。事实上整个中东来讲的话，也会叫他 Daddy 的为什么叫 Daddy？ 也是跟着叫 Daddy 了。对，这次是 Grandfather 都有可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川普是有生意头脑的，川普会协助让他们大家大赚钱，你知道吗？而且不只是加沙走廊而已现在连伊朗也是一样，未来都是重建的过程当中都会形成美资进去之后，然后再来就是他结合了阿拉伯世界阿拉伯人，然后另外再结合了犹太人，犹太人也会赚钱，对不对？那阿拉伯人来讲的话，他又分一杯羹。所以整个中东局势来讲的话是什么？大家和平来和平去之后，就可以大赚钱啊！这是大家所愿意想要看到的事情。因为二战结束之后，其实这个龙井完全没有出现过。如果这个龙井出现的话，不只是川普可能会得到所谓诺贝尔奖甚至可能会被封为神，都有可能。封为神？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解救了阿拉伯人跟犹太人长期以来数千年来以来这样的一个世仇的一个概念，那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到现在加沙走廊，他传出说这个有这个什么阿联酋的啊，或者是说有以色列的啊，或者是说有这个甚至沙特阿拉伯，我觉得也会进来了那还有埃及，对，大家全部都共同建设这个加沙走廊。不只是所谓的蔚蓝海岸而已这里有所有阿拉伯的国家的资产都在里面的话，那你想想看，谁会去打他？那以色列也在这里有资产，阿拉伯也在这里有资产，大家合起来合起去，不是吗？然后再来，伊朗也是一样伊朗的话，这时候整个中国的影响力就会被赶出去了。对，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时候美资投标，或者是阿拉伯的这个阿拉伯人去做这些生意来讲的话，你需要中国人去那边跟他这个瞎搅和吗？所以现在来讲的话，这些利益全部都会被美国或者是阿拉伯人以及犹太人所分享所以我们知道说，为什么川普要把这个哈米尼留下来？对，其实各位大家已经看到，因为法国马克龙已经讲了。过往来讲，大家把那个利比亚格达菲拉下来之后，整个利比亚里面200多个民兵团体那这个乱成一团现在还在乱所以整个利比亚来的话，这个是一个潜力所以不见得把这个政权拉下来是好的，因为政权没有拉下来的话，让它维持一个权力平衡的概念来讲的话，第一个，它也不可能让以色列独大；第二个，它让这个伊朗来讲的话，能够有一个维持稳定的秩序在里面，避免说，你看其他的政权如果上来的话，贪污舞弊怎么办呢？所以川普他其实在下一盘棋，这个棋非常非常重要。这盘棋的话，是把整个中东运用所谓的未来的经济诱因，再把大家绑在一起之后。整个跟美国之间来合作，合作完之后，大家赚钱之后，笑呵呵之后，干嘛？我叫你今天以后来，大家对付中国，要不要来？就是来对付中国。所以他今天这一招完之后，之前我们看到中国，包括北韩，包括俄罗斯，都在伊朗做这么多的建设，投这么多的钱，然后这下去之后，现在尽管哈米都还在，但是完全壁垒分明了。是因为那些 brother 就是这些兄弟们没有用今天来一个 daddy 这来 daddy 的话，可以大家来一起互相帮忙而且 daddy 讲一声，在所有兄弟一起帮忙。那这时候以后，我刚刚提到了，这里整个全部稳定下来之后，整个中东就不是整个全球的动员的乱源的之所在。对，那再加上接下来，我觉得俄罗斯大概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局势了大概也会乖乖的，也要跳车了，也会乖乖的，而且俄罗斯也想去分一杯羹吧。我在想，普丁心里想说，你们都在赚钱我嘞，我现在在亏钱
哎，每天都在这个烧钱呢。那我今天来讲，中东大家都在赚钱的话，怎么办呢？所以我今天也想赚钱了。整个局势整个被川普一弄下来，只剩中国，就剩中国了嘛。所以中国没有，还在傻傻的在跟川普那边跟贸易谈判，然后还说要用时间来跟川普换这个空间的概念，这个傻傻的，这人完全没有国际战略观。所以接下来的话，整个中东来讲的话，局势稳定下来之后，那这时候川普就一刀毙命习近平了。不是，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现在川普把中东全部都聚集在一起，肥肉大家一起来吃，大家一起来分，大家一起来建设。刚刚讲，现在邪恶轴心，大家都想分一杯羹啊，大家都想要跳个车啊，唯一不能跳的是什么？是中国啊！中国说没关系，我今天在国际论坛上面，你看到他们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说什么？我哪需要？我们内需非常强。结果现在出大包了，完全都是吹的。第二是什么？你今天内需已经够差的情况之下，你现在在国际上面的地位，国际上面的商品。一个都卖不出去了吗？所以他现在是半夜吹哨子在壮胆，而且大白天在说梦话，因为他被川普吓傻了。所以在达沃斯论坛的时候，他讲什么你知道吗？对着开幕典礼，对着世界各国，那现在来的人越来越少，重要国家越来越少。他现在讲什么？中国现在整体消费越来越升级，越来越旺盛了。奇怪了，他消费升级又旺盛。再来，中国即将要变成什么超大型的消费强国？什么中国消费变成超大型强国？你想一想，都好像不太对嘛，跟我们听到不太对，没关系。他讲完之后，大白天说梦话，半夜吹哨壮胆之后，马上就能打脸。美国智库龙鼎集团就有分析师跑出来说，其实中国的消费力根本没上来啊，一直低于 OECD 就已开发国家的，人家平均水准54，他才38，人家54，然后你才39，你根本就没有消费力没上来，更不是消费。然后你跟我讲说你是超大型的消费强国。再来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人家专门研究中国了，马格纳斯马上讲，其实你消费力根本从来没有提高过啊，那你是在半夜说。大白天在说梦话，你对着这些人在说梦话吗？当然，中国也没难惨了，因为局势变化，什么达沃斯论坛越来越没有人参加，博鳌论坛以前萧万长还带队去参加，台湾媒体每天报，现在他开幕了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讲这些梦话，可能大家也不知道。但是世界局势正在改变了，川普的局势，解放日关税让世界跟中国做生意的越来越少，那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现在中国你去统计所有的外资投资，现在是低到不行，外资流入越来越少，所以已经没人在看了。现在大家看的是整个国际货币交互系统，发现人民币竟然暴跌，大家用人民币做生意，跟欧美国家做生意的暴跌，跌多少？人家一个月就跌了0.61个百分点，这算很多哦。中国从第4名跑到第6名，连加拿大都输。变成世界上，怎么越来越少人在用人民币？你的意思说，这个数据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越来越少人跟中国做生意了。对，欧美国家这个专门在统计国际贸易交易系统的人发现，跟人民币做生意的欧美国家越来越少，因为整个降下来。不过中国也很会自欺欺人，他马上站出来说没有，那是跟欧美国家了。我们做人民币交易还是很多啦，跟谁在交易？我告诉你，跟谁交易？跟俄罗斯在东盟交易，我们在成长啊。俄罗斯因为被制裁，只能用人民币交易嘛，因为不能用美金嘛。再来还有谁？中东跟非洲国家，人家人民币也在成长嘛。这下问题就大条，就是他吓到的地方是什么？中东局势正在快速变化。刚刚我们才提到讲说，现在川普可能要一统中东了，结果你又把我中东的这个人民币的结算给我斩掉了。所以他为什么要吹哨子转党？是因为问题越来越严重啊！习近平自从上任以来，其实他非常积极去拉拢这些中东的油国，包括去杜拜，或者是去阿布达比，或者是去沙特阿拉伯，他几乎每个王室都去，而且真金白银的去跟人家买石油。所以中国其实依赖波斯湾的石油依赖非常多，所以我光从2021年，我们用美金放上了，都是真的用人民币交付啊，那时候才1660亿美金，现在增加50%耶，到2500亿美金，2500亿了。而且中国还鼓励什么？你要用埃及的棉花，要吃葡萄，要吃波斯湾的渔产品，那边的鲳鱼还不错，还要用皮革。他鼓励跟这些波斯湾国家交易，占中国交易已经是最大的交易国了。但是如果现在这些国家都往美国靠的话，那你现在人民币不是更没有样？这些2500亿的美金怎么办？但是如果中东最乱，倒霉的还是中国。所以现在怎样？还不出国家的正在快，因为他现在只剩非洲国家在跟他交易，再来就是
俄罗斯这个天天磨刀在他隔壁磨刀那一个人嘛，所以中国经济是雪上加霜了。所以他现在讲消费正在快速升级，中国经济正在成为超级大国。我现在告诉你最严重的事情是什么？香港4大家族最有钱的4个人跟李嘉诚齐名的郑裕彤家族正在鬼门关徘徊。真的假的？习近平把李嘉诚害到巴拿马要运河要卖掉嘛，结果新世界集团就郑裕彤集团，你知道现在做什么事？这是彭博最新的消息说，他正在跟银行谈875亿的贷款再融资。贷款再融资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还不出钱呢，可不可以再给我展延？不是最大的，然后你现在还不出钱，跟李嘉诚一样有钱的。香港就是4大富豪最有钱的4个人，结果现在还不起钱，要在6月30号以前能不能100%批准这个交易？如果告吹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新世界集团抵押了1170亿港币的资产，抵押给银行，可能会被拍卖。那是什么局面？你知道有多大吗？将近台币5000亿，有8栋的台北101，或者是整个信义计划区的价值，你知道吗？它的房地产多到整个信义计划区这么高的价值，所以在香港商界是前所未有的。现在如果它一倒，整个香港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地产的金融风暴可能会引发出来。你说它可能会一个骨牌效应，它一倒之后，全部都倒光了。你可以想象，如果香港拍卖一个像信义计划区这么地方的资产，把它低价拍卖掉，会影响的不只是这家公司耶，连金融公司、银行都可能会因此倒闭耶。那它为什么这么惨？因为它太爱国了。中国是香港的因为太爱国，所以这么惨。对，他就因为太爱中国了，他是4大富豪里面最爱中国人，所以他从中国改革开放，郑裕彤从改革开放的时候，他就是第一个跑去投资中国人，所以他1半的资产都在中国，甚至他第2代儿子还成为全国政协的常务委员。接着他第3代接班人这样，习近平一上任，他马上支持习近平的大湾区计划，他马上就去投资它，所以他整个家族的1半资产都在中国。甚至以前我住在北京崇文门的时候，整个新世界，我住在新义家园，整个都是他开发了，超过10万平，都是他们家开发的百货公司。但是中国如果地产风暴，他一样倒霉。所以他1半资产放在中国的时候，房子就卖不出去了。这些地产，我本来那边百货公司完全都亏损了。所以他在短短3个月换了3个执行长，24年来首度出现亏损，赔了200亿港币。再来钱花不出来，所以怎样？他其实是被中国害惨的，因为他太爱国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